丧事完毕后，我们一家人扶柩到安亭祖坟下葬。安亭距离上海100里左右，火车可以直达。我家祖坟地区广大，穴位排列5级，能葬5代子孙。有一个祠堂，相当宏伟，堂外有祭田100亩，租与农家耕耘，将租米作为祭祀及修葺祠堂之用。在安亭墓祠时，我的叔叔说：“你们一家7口应迁入祠堂居住，以为永久，而省开支。”我母亲坚持不允，说：“孩子们居住乡间，将来的教育便不堪想象。”我的叔叔是一个读书人，他说：“安亭是一代宗儒顾亭林的故里，读书是不成问题的。”我母亲认为这种见解太不合时宜，所以在葬仪完毕，就毅然决然地拖了儿女回到上海，集合亲友说：“我决计在上海教养儿女，将姓方的800多银两分存3家绸缎铺，以15年为期，取本又收息。15年中，子女们的教育与生活就不成问题了。”亲友们对我母亲的主张都认为有见解，要是我母亲没有这种决心和毅力，那么我们弟兄姐妹都成了乡下人，我们日后每人的历史也要重写了。不久，家中又发生一件悲惨的事，就是大姐体素羸弱，突遭家难，一病疾倒，与世永绝，下葬安亭，耗银元20余元。这一事又使我母亲伤心不已。这许多事情，我当时年纪还小，不甚了了。母亲在我长大之后，总是滔滔不绝地讲个不休，令我深印心坎，永远难忘。迁出旧宅，生活艰辛。父亲丧事完毕后，我们搬离绸缎庄后面的旧宅，但要找一个新居，问题极大。当时各处的房租，小宅一处月租都要10元、8元，到处托人代密。幸亏有一个老亲戚说，我在薛家浜有一个巨宅，内有4间大屋，假使你们去住，每月只收租金2元。我母亲就欣然携带我们入住。哪知道这座房屋虽然很雄伟，后面却有一条奇秀不堪的河浜，浜的另一面有70、80家猪棚，上海大部分的猪肉都取给于市。我们住在那里，一天到晚，鼻子闻到的都是猪只的臭味，听到的都是猪只的叫声，推开后窗一望，见到的都是哭猪的情景，不但满地是血腥，而且叫声凄厉，还加上苍蝇蚊子成群结队地向人袭击，有时苍蝇的脚上还带着细小的猪血渍。这般情况，怎样也住不下去，但是我母亲为了节省开支，只有咬紧牙关忍着住下去，也住了3年之久。这3年中，我家的伙食老是粗茶淡饭，米价每担3元6角，每天佐膳食品限定4个铜元，以1个铜元煮青菜1大盘，1个铜元购豆腐豆芽之类，2个铜元购东洋鱼1块。所谓东洋鱼是红色的海产鱼干，又称萨门鱼，由日本运来，价廉味咸而耐食。这般的膳食常年不变，5天吃1次蛋，每月难得吃到1次炒肉丝，即使有肉，肉丝也不过寥寥可数的10几条。如此清寒生活，就养成了我后来见到青菜就厌，见到鱼坚决不吃，一心只想吃猪肉。当时我们一家人身上穿的衣服都是旧的，3年5年从不添一件新衣裳。我穿的是一件竹布长衫，脚上是布鞋布袜，都是我母亲一针一针做成的。搬到薛家浜之后，因为距离育才小学远，学费贵，
所以就改进马家场浦东小学附属小学继续攻读。从前小学校中读的课本只有国文、修身、英文、算术、地理、历史6本书，名为共和国小学教科书，每册售8分钱，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。那时读书着重国文和算术，这2科成绩在90分以上的就可以跳班。我因为在私塾中读过一个时期，所以国文不成问题，算术考试时只有4题，只要算得对，总是100分，所以我每一学期都能跳1次班，只有4个学期，小学就毕业了。在初进浦东小学时，我和母亲有一个争执，就是不肯穿布袜，布袜土里土气，难看极了，一定要改穿洋袜，洋袜是洋纱织成的，比较好看。母亲勉强地答应了。其实那时节的洋袜不过5个铜元1双，但是穿不到半个月就破了。鞋子是布鞋，布鞋也不过穿半个月。同学之中只有一个人穿皮鞋，他是校主杨思胜的孙子，简直令全校同学羡慕不已。那时1双儿童皮鞋最贵的达1元左右。我在毕业礼的前夕一定要母亲买1双皮鞋，母亲坚持不肯，我盈盈流泪，想把自己的思绪1块钱拿去买，但是考虑了几天还是作罢。诚如俗语所谓，1块银元像圆台面一样大。小学毕业典礼举行前1周，母亲为我在箱底取出熟罗、排绸才做长衫1件，并且向亲戚家借到1双皮鞋。到了毕业典礼那天早晨，先到理发店理发，那时理发1次只收铜元8枚，理好了发，我回去穿了新长衫和皮鞋，囊中带了1块钱，欣欣然到学校接受证书。同学们见到我，周身焕然一新，都对我刮目相看。到了下午3时，典礼完毕，国文老师送了我1张戏票，令我到陆家浜中华职业教育社大礼堂看钱建秋女士主演的爱美剧《少奶奶的扇子》。这出戏是根据英国文学家王尔德的名著改编的，这是话剧运动早期演出的一出名剧。散戏后，中华职业教育社散发传单，招收半工半读学生，同时还有人领导我们去参观他们的实习工厂。有一个炉灶是专门制造发廊招牌的，所谓发廊即是现在的搪瓷。入学的人不但不收学费，每月还可以领到2块钱津贴，我看了很是心动。那天下午7时，四伯父要我到他家吃饭，我穿了那双皮鞋，来来往往都是不行，很不习惯，好像脚上钉了马蹄铁一般。四伯父见到我拿了毕业证书，极为高兴。吃饭时，我表达自己的意思说，想投考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发廊班，可以赚些钱贴补家用。四伯父不以为然，说，我家世代读书和经商，你却要去做工，须知做工的同伴不良，往往染上赌博习气，你千万不可参加。你如果遵从父亲的一命学医，一切由我负担，但是也要中学毕业之后才能进入医学院。四伯父的话我只有遵从。现在香港的搪瓷工业的厂主多数是由这个发廊班出身的，有些成了厂主，在非洲开厂，每年有极大盈余。